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聊一聊记忆。你觉得你的记忆一定是正确的吗？很多人呢对自己的记忆非常的有信心，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人们经常会回忆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，或者呢记忆跟实际情况不符。那在心理学上呢，把这种现象叫做记忆出错。其实呢，每个人的记忆都有可能出错，特别是对于童年的记忆。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，他们告诉一些人，当他们在小的时候呢，曾经在商场里迷过路。然后呢，这些人的父母也印证说，是的，你们在还是孩子的时候呢，在商场里迷了路。接着呢，这些人就开始回忆起，当时他们在商场里迷路的场景，甚至还有一个人说，当时在商场里，有一个人曾经帮助他。就是在他迷路的时候帮助他，并且说出那个人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些人并没有在小的时候在商场里迷过路。所以呢，这个实验也证明，记忆是可以被暗示的，或者是可以被植入的。在历史当中呢，也有一大群人记忆同时出错的情况。就比如说有很多人都说，南非总统曼德拉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监狱里去世的。那事实上呢，曼德拉并没有在监狱里面去世。他是出狱了，并且当上了南非的总统。在2010年，他还在世，一直到2013年才去世的。但是呢，在2010年之前，就有人提出说，他记得曼德拉是在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监狱里面去世了。然后呢，这个人还能清晰地描述出，当时他看到的电视的报道，还有电视上转播曼德拉葬礼的画面，甚至呢还有曼德拉妻子充满感情的潸然泪下的演讲。那他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出来以后呢，有大量的网民。同时也证实说他们也有相同的记忆，就是他们同时记得自己看到过这些报道，看到就是知道曼德拉是80年代去世的。那后来呢，这样的一个现象也被称为曼德拉效应。相同的事情呢，还有就比如说米老鼠是穿短裤光着上身呢，还是穿着背带裤的？皮卡丘的尾巴的末端是黑色的还是黄色的？还有著名的雕塑沉思者，这个雕塑里的人是用手顶着额头呢，还是用手托着下巴？当我被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混乱。那事实上呢，米老鼠没有穿背带裤，皮卡丘的尾巴呢，都是黄色的。然后沉思者呢，是用他的手托着下巴的。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很多人的记忆可能都是相反的。还有一个呢，叫证人记忆效应。说的就是心理学家研究出来，很多证人的证词并非是真实可信的。那一般我们认为证人只是把他看到的、听到的如实的说出来的人。
但是呢，事实上，证人的很多证词都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倾向，或者呢被外界所暗示，所以他们的证词也并非完全真实可信。2002年，在华盛顿发生了一起枪击案，当时有一个目击证人说，有一辆白色的货车逃离了案发现场。那后来呢，媒体就把这样一个情况报道出来。之后，警方在查问其他一些证人的时候呢，就有很多证人证明说，在案发现场发现有白色的车辆。那后来一直到疑犯被抓住以后呢，人们才发现疑犯驾驶的其实并不是白色的车辆，而是蓝色的车辆。网上还有一个传言呢，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，在7秒过后呢，他就不记得之前的事情，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的。所以鱼在小小的鱼缸里面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，因为7秒过去以后，他会重新游过他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，但是呢，对他来说永远都是一片新的天地。那网上也有很多人就是在失恋以后说，希望自己是一条鱼，只有7秒的记忆，这样就不会记得自己曾经爱过的人，自己曾经爱过然后又失去的人，或者是那些不开心的事情。但是对于我来讲，就是所有的记忆，不管是好的、不好的、开心的，或者是悲伤的，都非常的珍贵，我都不想失去。你们呢？好了，今天关于记忆这样一个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啦。希望我的视频对你学习中文有帮助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把它分享给其他学习中文的朋友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